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2款木质战机创造了奇迹，一款是东线战场硬刚德军 Bf-109 战机的拉5战斗机，另一款则是英伦岛国堪称传奇的文氏战斗机。二战期间，英伦岛国的皇家空军可以说大放异彩，连续推出了多款强力的战斗机，暴风、飓风、喷火以及文氏战斗机成为英军的4款主力战斗机。作为一款全木结构的战斗机，文氏几乎可以承担你想到的任何任务，轰炸、战斗、侦察、教练、反潜，被誉为是一款真正的木头奇迹。今天我们就聊聊二战中可以跟拉5战斗机比肩的英军文氏战斗机。文氏是由德哈维兰公司设计制造的木质轻型轰炸机，被视为英国航空史上的创新之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数不多的木质军用飞机之一，拥有木头奇迹的美誉。它自重低，身轻如燕，性能优良，而且价格低廉，节省原料，迅速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杰出机型，被大量的生产和改装。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文氏轰炸机创造了皇家空军轰炸机作战生存率的最佳纪录，是英国人的骄傲，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代名机。1930年代，英国为了研发高速轰炸机，德哈维兰公司投入到 DH.88 机型项目的研究。该机型设计理念影响了文氏轰炸机的很多设计。文氏原型机一共有3架，每架均有不同特征。1940年11月25日，第一个飞行的是文氏轰炸机原型机 W4050， 接着1941年5月15日进行了文氏夜间战斗机原型的试飞。文氏侦察机原型机则在1941年6月10日进行了试飞。二战时期，传统军用飞机都采用铝制机身，由于军用飞机制造太多了，导致传统飞机所使用的铝材变得非常稀缺。战时，铝材优先供应给了兰开斯特轰炸机和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文氏只好转向采用了木材制造。英军发现文氏轰炸机的木质结构机体更易躲过德军空对空雷达的探测。除了跟随重型轰炸机用于集群轰炸之外，文氏轰炸机也被大量用作侦察机、特战队或者间谍投放载具。文氏继承并改良了 DH-91 信天翁的木质结构与工艺，例如机翼采用桦木胶合板蒙皮，而不是云杉木蒙皮。因木材的抗扭抗剪性能不好，所以德哈维兰公司在设计文氏时始终遵循一个原则：木材仅被用于承受平面应力。在文氏的起落架、发动机、控制翼面安装点、翼身结合点等要受到立体应力的地方，全部采用金属锻件或铸造。整机全部金属的总质量只有130千克。虽然文氏轰炸机机身全是木头，但这种木头的强度非常高，再加上整体布局的设计，使得文氏的机身是很牢固的。尽管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的进行改良，但基本结构始终不变。这种木质飞机由于重量非常轻，配备上火力强劲的发动机，使其速度非常快，机动性能十分优越。所以在二战中，把文氏轰炸机作为高空轰炸机，并不会显得不堪一击，反而这种小巧的轰炸机更加灵敏，难以精准捕捉。因为不需要铝材，造价低廉，文氏累计制造出7781架，不仅英国皇家空军使用，加拿大皇家空军、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美国陆航都曾使用过。文氏轰炸机的椭圆形截面机身是硬壳结构，内部除隔框外没有任何其他加强结构。机身采用高强度层压胶合板制造，板材厚约11毫米，内外层是约2毫米厚的加拿大桦木，中间是厄瓜多尔青木夹心。机身被分成左右2部分单独制造，先把加强木板和木条嵌入红木或混凝土阳模具的正确位置，再涂上落塑胶，贴上裁剪好的层压胶合板，最后用皮带固定。等待胶水固化后，机身硬壳就可以整体从模具上取出，然后再粘上机身隔框，将机身分成左右2部分，方便设备安装。许多关键系统在机身交合前就能先行安装，无需像传统飞机那样在总装时由工人爬进钻出安装，加快了装配进度。安装完装备后的机身就可以对接合拢，最后在对接处内外表面上粘上胶合板强化蒙皮。胶水和木头不但使文氏重量轻、外形优雅，还减少了战略物资的消耗，降低了制造难度和工时。文氏的模块化设计也有利于分布式制造，这意味着家具和钢琴厂也能制造木质组件，然后送到总装厂统一装配。这种制造模式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文氏的并列双座座舱布置在前翼梁前方，飞行员居左，导航员、投弹手或侦察型上的观察员坐在右侧，并稍稍靠后的位置。侦察型和轰炸型的成员可以匍匐爬进透明机鼻中，前下方有椭圆形的投弹瞄准窗口，两侧还各有一个巨型舷窗。文氏花房式类低型座舱盖的前方视野极佳，但两侧视野被发动机舱遮挡，而且几乎没有后方视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后期侦察型在观察员座顶部增加了一个气泡观察窗。文氏战斗机用单片平板防弹玻璃风挡取代了轰炸型和侦察型的两片式楔形风挡，阻力稍高，但改善了瞄准精度。所有各型文氏轰炸机使用的是罗罗公司的梅林泄冷发动机，最初使用的型号只有1级机械增压器，到1942年梅林61型改用2级机械增压器之后，大幅提升了文氏的有效作战高度。后期文氏装备了2台罗罗公司的梅林72型12缸活塞式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680马力，属于当时航空发动机中的佼佼者。同时，文氏全木质的结构使得其空重明显低于金属制飞机，更让其机动性如虎添翼。文氏的弹舱布置在机翼下方的机身内，弹舱门采用青木夹心胶合板制造。文氏的低阻发动机舱也是木质的，内部安装坚固的发动机焊接钢管支架和主起落架金属安装点。2台梅林发动机各驱动一副3叶变距螺旋桨，多数文氏采用同向旋转的螺旋桨，这样就可以采用相同的变速箱，以简化维修保养。同向螺旋桨也没有对操控性产生多大的影响。文氏轰炸机的最大速度可达668千米每小时，比喷火战斗机飞得还要快。文氏的机体重量很轻，气动性能出色，在战场上的生存率又非常高。文氏平均每出动2000架才损失1架，其他轰炸机简直无法与之相比。在二战时期，文氏轰炸机创造了皇家空军轰炸机作战生存率的最佳纪录。试飞阶段，文氏凭借着超过64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震撼了皇家空军，其高度升限更是超过了11000米，德军装备的战斗机很难对其进行拦截。由于文氏的初始设计为轰炸机，因此其外轮廓尺寸较大，使得其航程达到了2400公里，最大载荷为3.5吨，足以依靠自身作战半径飞到德国本土上空作战。从1942年中期到1943年中期，文氏轰炸机对德国境内的工厂、铁路、目标进行精确轰炸及侦察任务。1943年6月，文氏轰炸机被组建为轻型夜袭部队，用作英国皇家空军重型轰炸机袭击的前锋部队。他还经常在夜间往德国境内投掷炸弹，而德国战斗机几乎无法拦截。1944年2月，文氏轰炸机炸毁了法国亚眠监狱的围墙和卫兵宿舍，帮助被关押的法国抵抗战士逃跑。东南亚战区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文氏轰炸机在哈马拉斯和婆罗洲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服役。整个二战期间，文氏战机衍生出的型号多达几十种，让人眼花缭乱。仅参加过二战的就有26种之多。文氏战机就像是一只搏击长贴的军舰鸟，凭借着高续航、高速度和较小的体积，成为盟军最信赖的开路先锋和信使。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才使用英国电气公司的喷气式轰炸机堪培拉取代了文氏轰炸机。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